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期的 CG 小伙伴和我是绑定界的小学生馅饼，是吧？那您有认识我的，有不认识我的，是吧？这都不重要，是吧？我们第一期的栏目嘛，那么必然我们得整点这个俄勒金德的，是吧？着重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老师，是吧？那了不得，因为义，那我在 White 的同事，是吧？阿凡达背后的特效师，是吧？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叫尹伟一，然后国外同事都叫我 E，我是 Weta 的一名特效师，然后之前在MPC 工业光魔等一些公司工作过，然后参与了最近比较火的《阿凡达2》，然后之前还参与了一些像鹰眼啊之类的一些项目。好，那么那么我们来聊一聊《阿凡达》。首先，那说到《阿凡达》，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可以说很多的这个电影特效从业人员啊，都是因为看了第一部《阿凡达》，然后来决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那你现在时隔十几年，是吧？有幸去接触到、去参与到这个《阿凡达2》这么大的一个 IP 的制作，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就很荣幸，做到这么一个顶级的一个 IP，然后，但我确实不是因为《阿凡达1》然后入的行，然后因为当时还在上学，太年轻了啊！是，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呃，但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然后看了那个《阿凡达1》的首映，然后是 Weta 重新渲染的4K 分辨率，对，然后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所以就是说能够做这样一个时隔13年的一个项目呢，确实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把它做好，然后但是当时因为就是总觉得还能做到更好，所以就是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在它上映之前。然后呢，但是在电影院看到，就我们参加了 Weta 的首映，然后看到这个最终呈现的这个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所以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对，那我也是有幸参与了这个 White 的这个《阿凡达2》的这个首映啊，是吧？确实是大受震撼，是吧？那那我知道你也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差不多6年左右了，是吧？那大大小小的项目呢，咱也经历了非常多，是吧？那么对比一下，就是《阿凡达2》这么大的一个制作，是吧？它必然它跟其他的项目它会有一些不同，那你认为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它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技术积累，然后呢，它的整个制作要求呢，确实也是很高的，然后以及就是说，在其他项目里边呢，你确实是感受不到说你其他的同事他们，聚集在一起呢，都是希望把这个东西做好，做到尽可能好的一个地步，因为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期待这个电影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嗯，那像在制作过程中，那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的？特别好玩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确实工作量还是挺大的，所以公司时不时就会给我们买好吃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会有比如说早餐啊什么，但是有1-2天的早餐会做特别丰盛，然后以及每周五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很丰盛的一些晚餐，对。然后以及公司还找了这个按摩的人员呢，来希望能缓解我们这个压力。哦，以及公司还有两个按摩的椅子，然后我以前的时候还经常去用一会儿的。这个福利是相当的好啊，对对，是吧？福利是不错。那像在《阿凡达》是吧？那你做完了《阿凡达2》这么大的一个制作是吧？那你觉得你从这个项目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收获就很多呀，比如说这个电影结尾的时候是有我名字在里边儿，然后呃，然后以及 Weta 确实也在，因为这个项目它是做了特效相对比较难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水啊这些关于的解算，就如何把这些水渲染的非常真实，然后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 Weta 确实也花了很多年，然后来研发新的技术，然后想办法把这个水呢做到至少不会去影响观众来看这部电影。
所以也是学习到了很多很先进的一些他们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啊，然后以及他们的这个我觉得制作这个理念可能是更重要一些的。那像你刚才也提到你自己的名字在这个字幕上，我也看了这个片尾的这个字幕是吧？有好多的部门。那我知道像你是在特效部门是吧？那么像你们部门呢，会不会跟其他的部门有一些合作呀、沟通啊什么的？然后你们具体是怎么有效的去进行的？对，因为这个项目它非常的庞大，所以它有几千个这种 CG 的这种镜头，所以呢，光特效人员就达到了120多个，所以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然后其他部门就有更多人了。特效部门呢，它在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呢，确实是挺不太一样的。就是比如说像在工业光魔的时候呢，这个特效呢是来自己渲染自己制作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是合成部门，然后跟他们来做一个直接的沟通。但是在阿凡达的话，因为 Weta 开发了很多新的这种技术也好，他们有自己的渲染器，所以我们是更多的是跟这个灯光部门来进行一个沟通。那像你们在制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呢？因为一般像我们在就是进行项目的时候，都会有着大大小小的困难。那你在《阿凡达2》这么一个特殊的项目里，你认为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阿凡达2制作的话，确实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比如说要在短期之内学习很多新的这种知识，然后以及很多镜头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啊，或者说比如说我做了大概刚进公司的时候拿到4个镜头，然后因为中间呢有很多的这种可能修改啊之类的这种所以呢其中有2个镜头，然后一直做到了整个项目结束，所以就是这种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呢，然后如何能就是以一个还相对高质量的一个水平把这个镜头然后修改完，确实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困难和挑战。那像你刚才提到的是吧？那你有几个镜头从你刚开始就一直在做，然后要反复的修改，反复的修改，那么你会不会感到压力很大，是吧？那当你有着这么大的压力的时候，那你是如何去消解、如何去排解这个压力的？就是尤其到项目后期的时候，确实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你不确定什么时候能修改完，然后但是这个 deadline 又非常非常的近，所以确实是有很多的压力，然后当时也有很多的加班，所以就是说是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但是呢，就是说觉得所有 Weta 的同事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都想把这个电影给做好，所以我觉得大家的信念就是说，不管付出多少努力，还是希望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水平，然后以及我们公司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比如说 coordinator 会让我们至少每周休息1天，然后包括就像我之前提的，他也会请一些按摩师也好什么的这些的，他是就是说在你工作量可能没有办法减少的这个情况下，他尽可能的让你就是说让你舒服一些，然后以及就是说加班也并不是说强制的，如果像有些同事他不愿意加班什么的，Weta 就会把他的这个工作量呢转移到其他就是说稍微有空的，说有时间或者说愿意加班的同事身上，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吧。好，那么说回你自己啊，是吧？那么你这也算是年少有为啊，是吧？那刚才从经历中我们也听到了，是吧？这个 Weta 是吧，ILM 是吧？这都算是行业内是吧最顶尖的这些公司是吧？那很多的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电影特效这个制作人员啊，是吧？那一生的梦想那就是进入到这样的公司。那
你这年纪轻轻的已经在这2个公司都已经工作过了，是吧？那么你认为你之所以能这么成功，这么年少有为，那你的秘诀是什么呢？我觉得运气很重要，就是首先在至少在温哥华或者说加拿大找这些工作，确实是要相对比较简单的。然后以及疫情之后呢，这些大厂它因为可能疫情的关系，所以它比较缺人，然后以及来了很多很多新的项目，所以我觉得正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当时。然后也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拿到了一些好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运气是一方面，然后其次是，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一直想要进这2家公司，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目标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你在你平常的制作也好，然后在你个人私人的时间也好，对自己的这个要求，我觉得可能是需要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可以花自己的一些，这种零散的时间去进行一些自学和一些补足，然后包括在其他公司做项目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以一个自己满意的质量，然后来完成这些工作。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需要这几点的。嗯，那像你的话，你在工作之余是如何的去学习，如何的去不断的去提高的？因为我自己是比较了解我自己的不足的，比如说我有哪些东西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然后可能也是我感兴趣的，或者说以后工作是需要用到的，所以我会去看一些教程，然后去尽可能的补足一些，然后以及也需要看你对这个行业是怎么理解的，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像 Unreal 啊这些引擎，包括像胡迪尼，因为更新也很快，所以它比如说像有 USD 啊这些新的这种流程啊什么的，如果你比较感兴趣，你也觉得说是以后的一个方向，那可能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这些方面的。好，那么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留学和工作吧，是吧？那么在北美，不管是留学还是工作，我觉得语言问题都是我们逃避不了的一个话题，是吧？那么像你的话，你是如何去克服语言障碍的？像我的话呢，确实就没有克服语言障碍，然后我是到现在还一直在学英语，对。那但是我看你在公司中呢，都是会很主动的去跟同事们去打招呼啊、聊天啊，是吧？包括咱俩认识，是吧？也是你主动的过来跟我打招呼，才开启了我们友谊的小船儿，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第一语言都不是英语，那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首先的话，像我的话，比如说我跟你打招呼什么的，因为确实当时是新同事，也是出于礼貌，因为是觉得新同事，然后坐在自己的附近啊什么的，然后之后，而且坐在我们一起的很有可能是特效师，所以我当时觉得那还是应该打声招呼的，然后而且之后很有可能还有合作什么的。所以是这样。然后其次是，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学英语嘛，所以就是，我知道就是很多英语不好的朋友可能会很害怕开口啊什么的。然后我的话就是说也努力的，强迫自己吧，克服这个障碍。然后，当你就是说主动的跟别人去聊什么的，然后，也就会慢慢的习惯这种用英文交流的这种工作环境吧，然后慢慢的就是说，你会觉得说这个讲英文不再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对不对？啊，那么我知道你的话，你是之前在国内就工作过，是吧？那么你是为什么后来会想到去留学，然后为什么会选择加拿大呢？其实一直都想要出国工作，对，因为想要参与到更多很好的项目。就是为什么会想到留学呢？就是我一开始呢，就是说也只是，我记得当时好像奇异博士上映什么的，然后当时还是挺震撼的，就觉得国外已经开始做一些
很棒的这种视觉的一些就是创新啊这种方面的就是不一样方面的一些尝试。之所以想到出国留学呢，确实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之前的同事，然后他给我一些建议，然后其中就是说觉得留学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然后能出来工作的一种方法。然后我当时也觉得说，哎，那跟我自己的这个就是说各方面条件也是当时是比较符合的，所以就选择了这个道路。对。那么，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啊，那么在选择学校这一块儿，那有没有什么你认为特别需要去注意和了解的？我觉得工签肯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呃，大家想要出国工作，这才是目的，而不是留学，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工签呢，就是一个学校它能给你提供，比如说1年还是2年、3年的工签，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知道在加拿大有一些这个学校它是不提供工签的，它即便教的是很好的，但是它不提供工签。呃，对，然后就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工签应该是最重要的。对，这个工签呢，确实非常重要啊！大家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呢，把这个事情在你入学之前了解清楚。因为如果你最后，没有工签，可能它会打乱你很多之前既定的计划，是吧？好，那么说回到工作啊，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过，是吧？你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了差不多6年了，是吧？那么我们回看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那么你对于找第一份工作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心得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的？确实这边找的第一份工作跟国内是不太一样的。呃，但是这边的话，就是说，当你毕业的话，如果你是留学生毕业的话，一般学校呢会在你毕业的那一天，然后邀请很多本地的大公司、小公司也好，然后来参加你这个毕业典礼。如果这些公司当时是有招聘名额的话，然后他们也很喜欢你的 demo reel，所以很有可能当时就会跟你主动联系。然后以及在那个时间点呢，是有很多的招聘会，就是说你是可以去主动的去参加这些招聘会，然后去向参展的这些公司呢，然后主动的展示你自己。我呢是通过网上自己去搜我喜欢的公司，然后投的简历。然后有一些公司呢，它也会提供像夏令营啊这样的一些实习机会，所以可以帮助没有工作过，然后是学生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能更快的融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所以是有很多方法的在这。那么像你觉得入职和在学生时候，是吧？那它之间不太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那你是如何的比较快速的去融入到这个工作的一个节奏中？像我的话，我能感受到最大的不同，也是我自己最大的困难是英语。就是说我入职之后呢，才发现，就是说学生时期的这些英文啊什么的，它可能跟行业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而且日常跟同事沟通啊什么的也存在一些困难。所以我其实第一份工作。我花最多时间是在我自己的英语方面，就是说能够更快的去理解，然后你的公司、你的上司他给你的反馈是什么，然后也能更快的，就是说跟同事之间取得一个比较平衡，就是说至少可以沟通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是我个人在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受。对。像这个语言嘛，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呢，在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呢，可能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吧？好，那么我们这一期呢，也就要接近尾声了。那么最后，那么能不能给我们是吧，这个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小伙伴们一个你认为比较合适的建议？我觉得我可以给一个刚入行的这些或者正在打算入这个行业的一些小伙伴们一些建议，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正在考虑这个行业的话，一定还是你要对这个行业一定要是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支撑我走到说一直可以走下去，然后并且
即便有很多很疲惫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也能够就是继续很热爱这个行业的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对这个行业至少是有兴趣，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好，那么我们这一期的 CD 小伙伴和我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是吧？感谢我们是吧？作为我们第一期的重磅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是吧？那么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